快起来！”可是那位老者刚刚跪下，楚悠远便将他搀扶起来。放心，楚风乃我楚氏天族族人，谁都别想冤枉他，老夫会还他一个公道的。楚悠远说道：“小人相信大人的能力，那小人这就告退了。今日发生之事，我一定会保密。”那位老者说完此话，对着楚悠远施以大礼，随后便转过身去，欲要离去。等一下！可就在此刻，楚悠远却是大袖一挥，自乾坤袋内取出一把仙冰，他手指轻弹，那仙冰便飘到了老者面前。念你如此有心，便赏赐于你。楚悠远说道：“大人，小人来此说下这些，绝非是为了拍你马屁，更不是为了贪恋上子。小人是真的觉得楚风大人这样的人才，理当得到我整个大千上界的保护，而绝不该被我大千上界所害。大人，告辞了。”可谁曾想，对于楚悠远的赏赐，那位老者竟然毅然而然地拒绝了。要知道，他只是2品真仙，一件仙冰对于他来说，那绝对是无价之宝啊。可是走了没多远，他却又忽然回头，对楚风抱拳说道：“楚风大人，您一定要保重，我大千上界的未来就靠你了。”话罢，这位老者便拔空而起，望着那老者消失的背影，楚风的内心则是涌现出了一抹感动，非亲非故，甚至从未见过。想不到真的有人愿意为自己说话，并且并无所图。如果我大千上界多一些这样的人，也不会沦落到今日的地步。而相比于楚风内心的感动，楚悠远则是发出了一声长叹。楚风接下来有何打算？楚悠远对楚风问道：“大人，您有何打算？我听您的安排。”楚风对楚悠远说道：“我知道你很想立刻回到楚氏天族，向他们讨回公道。但是楚风，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急于一时，因为对于你而言，增进修为才是最必要的事。尽管你现在已是大千上界当之无愧的小辈第一人，无需再证明自己，可是放眼整个祖武星域来看，你需要提升的空间仍是不小。”楚悠远说道：“大人，那你有何打算？”楚风问道。楚风很清楚，就算想向楚氏天族的那些人讨回公道，也必须依仗楚悠远，否则只有他自己回去，怕是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并且就算说了话，也不会有人信的。楚风非常清楚楚氏天族在大千上界的能量有多大，他们真的可以做到颠倒黑白是非，所以就算楚风迫切的想要复仇，却也需要得到楚悠远的同意。况且听楚悠远你现在的口气，似乎他决定的事是对楚风有好处的，楚风自然就更要听了。先前你与明朝和薰衣的对话，老夫都听到了。老夫若没有猜错，明朝和薰衣2人之前进入的山谷应该是灵族圣的。楚悠远说道。灵族圣地。听得此话，楚风以及殷明朝和紫薰衣皆是面露好奇之色，毕竟单从楚悠远的语气便能听得出来，那灵族圣地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而随后楚悠远便为楚风等人讲述起了关于这灵族圣地的事。原来早在楚氏天族来到大千上界的很久很久以前，大千上界有一个名为深渊灵族的势力。这个深渊灵族的实力非常的强大，他们不仅统治着大千上界，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星域主界的地位。简单的说，那深渊灵族差一点成为了祖武星域的霸主。就算没有成为祖武星域的霸主，深渊灵族也被所有人认为是有着不输于星域霸主实力的势力。那时的大千上界当真是风光无限，莫说其他上界对大千上界尽是敬畏，就连星域主界对大千上界也是充斥着深深的忌惮。那个时候绝对是大千上界最风光的时候，哪怕后来的楚氏天族也没有达到过深渊灵族统治大千上界时的威慑力。可是有一天，深渊灵族忽然消失了。对于他们为何消失，没人知晓。一夜之间，深渊灵族包括他们所生存的灵族圣的彻底消失在了人们视线之内。自那之后，大千上界霸主的地位便易了主，只是新一代的统治者根本无法与深渊灵族相比拟。自此，大千上界在祖武星域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原本站在巅峰的大千上界已然成为了整个祖武星域最弱的上界之一。直到后来，楚氏天族的老祖楚叶天虹率领着楚氏天族自下界来到了大千上界，一路征战，成为了大千上界的霸主之后，大千上界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只是哪怕在楚氏天族最巅峰最强盛的时期，大千上界的地位也不如深渊灵族统治时那般力傲的。至此，深渊灵族的消失成为了整个祖武星域的一个谜团。可是在此之后，却不断有人看到灵族圣地出现在大千上界之上，只不过灵族圣地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存在，并且哪怕有人看到它，也无法进入其中，有着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着人们进入其中。灵族圣地一如既往的美，只是奈何却根本看不到深渊灵族的身影，而灵族圣地也就与消失的深渊灵族们一样，成为了一个谜。大人，您确定那个山谷就是消失的灵族圣的吗？楚风问道。听得楚悠远一番讲述之后，楚风对那深渊灵族也是充满了好奇，他很想知道深渊灵族那般强大，为何忽然消失，并且消失的无声无息，没有一点征兆。而那个灵族圣的很可能就是解开这谜团的突破口。按照明朝和薰衣所说，那里的确就是深渊灵族之前所出现居住的灵族圣地，只是那么多人曾看过灵族圣地，但却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真是想不通明朝和薰衣竟然可以进去。话到此处，楚悠远看向了楚风，说道：楚风，既然你也被卷入了漩涡，难道你就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此刻楚风有些犹豫，可是想到楚悠远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还是选择了相信楚悠远吗？说出实情，晚辈进入了远海神山。楚风说道。竟然进入了远海神山？听得此话，就连楚悠远也是非常的惊讶。不过远海神山太危险，所以我很快便出来了。楚风说道。不可思议。楚悠远的目光中满是惊叹。我还有一位好友叫做王强，他便是曾在虚空神树内出现过的那个人，还在虚空神树上刻下了字。楚风说道。竟然有此事。听得此话，
楚幽远眼中的震惊则越加浓郁了，随后他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才缓缓开口：登天梯内的漩涡本来就很少出现，就算出现了，也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你们所遇到的漩涡绝对不是寻常的漩涡。楚幽远以一种非常确定的语气说道。其实不用楚幽远说，楚风的心中也早就有所猜测，搞不好是有人在暗中帮他们，否则怎么可能这妖巧？所有人都被送到了大千上界，连处世天族的族人都无法修炼的圣地。只是又是什么样的人，具备着如此强大的力量，竟然对大千上界所有传说级的遗迹都了如指掌，甚至能够随意的便让人进入其中？要知道，这些可都是连处世天族都无可奈何的地方。你们还记得那个山谷的位置吗？沉默片刻后，楚幽远对殷明朝和子薰衣问道。记得殷明朝与子薰衣一同说道：我们现在就去那里。楚幽远说道。随后，楚风与楚幽远等人便向那殷明朝记忆中那山谷所在的位置行去。其实殷明朝和子薰衣他们两个对大千上界的地形情况非常的不了解，可是楚幽远了解，只要他们提供一些蛛丝马迹，楚幽远便会立刻判定出那是什么地方、什么位置，所以他们一路走来倒是非常的顺畅，并且有楚幽远这位尊者境的高手带路，他们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他们便来到了一片平原之上，这是一片看不到人迹的平原，完全可以用荒芜来形容。是这里吗？楚幽远问道。是这里，就是这里。殷明朝很是肯定的说道，并且指着前方说道：之前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位置，只是我们出来后便找不到回去的方法了，因为在这里根本看不到那山谷的踪迹，你们肯定找不到，毕竟那可是灵族圣地。楚幽远说道。楚风，咱们一起寻找一下吧，只是也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那灵族圣地本就是可以移动的，可能他早就不在这个平原之上了。楚幽远说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施展出自己的天眼，向着平原的四周观望而去。可是这一看，楚风便立刻目光一动，在天眼之下，他已经看到了微妙的变化，是那边。楚风猛然转身，指着身后的方向说道。可是在其开口之际，楚幽远竟然也同时开口。看来楚幽远这位龙纹级尊袍界灵师的观察手段也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至少观察手段丝毫不输给楚风，并且楚幽远不仅观察手段厉害，他的动作更是比楚风要快得多，几乎在他发现不对劲之后，便立刻来到了那里，随后便立刻布置阵法。而楚风也是来到了楚幽远的身旁，见状，殷明朝和子薰衣也是赶忙跟了过来。只是相比于楚幽远和楚风的一脸喜悦，殷明朝和子薰衣则是有些茫然，因为在他们的面前明明还是一片草原，根本就看不到那所谓灵族圣的踪影啊！而就在这时，楚幽远所布置的阵法已经完成，这座阵法不是很大，似是一面镜子，而透过这面镜子，在观望前方竟然出现了变化，镜子的另一面不再是寻常的平原，那竟然是一座深邃的山谷。山谷很大，简直看不到边际，就仿佛那是一个世界，而山谷之内皆是奇异的植物。如果说这里是凡间的话，那么山谷之内便是世外桃源，是人间仙境。果然是灵族圣地，果然是灵族圣地啊！若不是亲眼所见，就连老夫也不敢相信，这灵族圣地竟是真实存在的。明朝、薰衣，这可要多亏了你们啊！楚幽远很是高兴，看到眼前的一幕，楚幽远激动不已。要知道，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灵族圣地啊！随后，楚幽远便伸出手去，想要进入那灵族圣地。只是他刚刚靠近那灵族圣地，便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将他拦了下来。果真进不去啊！见此一幕，楚风等人皆是一愣，他们此刻已经确定，这灵族圣地果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可是当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却有些沮丧。若是无法进去，就算找到了这灵族圣地，又有何用呢？没关系，让老夫来试一试。就在此刻，楚幽远大袖一挥，刹那间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释放而出。楚幽远他是在布置阵法，这一次楚幽远所布置的乃是一座破解大阵，他是想要尝试着打开一道缺口，好进入这灵族圣地之中。只是楚幽远的阵法布置成功后，却根本无法破开那无形的屏障。不过楚幽远并未放弃，他连续布置了多个阵法，只是奈何无论他布置怎样的阵法，都无法破开这灵族圣地。面对灵族圣的这种地方，哪怕是楚幽远这位龙纹级尊袍界灵师，却也是无能为力。当初你们二人是如何从那灵族圣地内出来？无奈之下，楚幽远对殷明朝与子薰衣问道。回前辈，本来我们二人在谷底之中，谷底很大，并且无法御空而行，且限制力量，所以我们二人走了许久，才自谷底内爬出来。而爬出来后，便直接向外走去，并没有遇到屏障和阻碍，也没有走特殊的通道，只是走着走着，周围的一切便都变了。我们身处在这个平原之上，回头观望，也看不到那山谷。而当我们向回走的时候，却也回不去了。殷明朝说道。你们真不该出来啊！楚幽远都在替殷明朝和子薰衣感到遗憾，因为他知道想进入灵族圣地太难了。殷明朝和子薰衣好不容易进去，却自己出来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而就在这时，子薰衣则是通过那道宛如镜子一般的阵法，向那灵族圣地走去，并且他竟然直接穿透了那道无形的屏障，他竟然进入了灵族圣的之中。薰衣，你是怎么做到的？见此一幕，楚幽远顿时神色大变，不仅仅是楚幽远，殷明朝以及楚风也是非常吃惊。楚幽远试了那么多方法都没有用，怎么子薰衣直接便进去了，直接便走了进来啊？子薰衣说道。直接走便可以进去。听得此话，楚幽远等人则又是一愣，暗想莫非是楚幽远布置的破解阵法生效了？前辈，我去试试。见状，殷明朝也是走了过去，是想要试一试是不是楚幽远的阵法生效了。可是他这一试，他竟然也是直接走了过去。前辈，有效，您布置的阵法有效，您已经破开了那屏障，我们可以进来了。前辈，楚风，快进来啊！
来感受一下此处的天地能量是多么的浓郁。殷明朝兴奋不已，对楚风和殷明朝招手说道。见状，楚风也是面露喜色，随后便向殷明朝和紫薰衣的方向走了过去。这一刻，楚风就感觉像是穿透了一道结界门一般，结界门的那一端便是平原，而结界门的这一端便是这灵族圣地。楚风竟然也真的进入了灵族圣的之内，竟然真的可以！见此一幕，楚悠远面露笑意，觉得自己的阵法已经生效了。随后，楚悠远便向那灵族圣地走去。可是楚悠远这一走，就像是碰到了墙壁一般，竟然被弹了回去。这是怎么回事？眼见着楚悠远竟然无法进来，楚风三人都很是不解，同时楚悠远也很是不解。随后，楚悠远又试了一次，可是这一次，楚悠远同样还是无法通过那道无形的障碍。明朝，你出来一下！楚悠远说道。见状，殷明朝赶忙走了出来，再进去试试。楚悠远说道。殷明朝也是赶忙转身，再度向灵族圣的走去，而这一次竟然也顺利的进入了灵族圣地。这一刻，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眼中充满不解。看来是只有老夫进不去啊！楚悠远叹息道。只是这是怎么回事？就算两位前辈可以进来，但是我是怎么回事呢？楚风很是不解。殷明朝和紫薰衣本来就进入过此处，所以他们可以穿过那屏障情有可原。可是楚风却是第一次来到此处，他竟然也能进入，这就令人感到费解了。看来还是与那登天梯内的漩涡有关啊！我就说嘛，这么多年来，许多人看到过灵族圣的都无法进入，怎么你们就这么轻易的进去了？楚悠远淡淡的笑道。而此刻，楚风他们三个也明白了楚悠远的意思，他们三个的确是特殊的，他们三个之所以特殊，很可能就是登天梯内的漩涡赋予了他们某种无法感应出来的特殊力量，正因为那种特殊的力量，他们三个才能够进入这灵族圣地之中，要不然再试试其他方法。楚风说道。算了算了，这么多年了，那么多人试过都进不去，就算我再怎么试也是没用的。楚风，不要管老夫，你既然进去了，就快去四处看看吧，不过切记小心为上，若是发觉不对，便立刻出来。楚悠远说道。好，前辈，您稍等片刻，晚辈马上便出来。楚风说道。随后，楚风便与殷明朝以及紫薰衣二人在这山谷这内游荡起来。这山谷之内的天地能量的确非常的充沛，这里的景色也是非常的美。可是这里看上去却并不像是一个强大的种族曾居住过的样子，因为这里看不到任何建筑，也看不到过任何生存过的痕迹，这里根本就不像是有人生存过的地方，充满了原始的气息，就更不要说深渊灵族那样一个强大到令整个祖武星域都曾闻风丧胆的种族了，并且此处的天地能量之浓郁，连楚风也是不可否认。只是对于楚风这种人来说，帮助性却并不是很大。不过这里也如殷明朝和紫薰衣所说，有着特殊的束缚力，不仅不能御空而行，就连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束缚。不过楚风到底是天仙境强者，虽然无法御空而行，可身体却依然强横，所以只是纵身一跃，便落入了这浩瀚山谷的地步。这感觉，可是刚刚落入这山谷的地步之后，楚风便忽然心神一动，他竟然察觉到自己乾坤袋内有一件宝贝发生了异动。随后，楚风便立刻从乾坤袋内取出了一只手镯，这只手镯破旧不堪，简直如同废铜烂铁一般。可是这个手镯却有一个厉害的名字，那便是蜕变秘境镯。这蜕变秘境镯乃是楚风在拍卖大会所得，相传这蜕变秘境镯有着逆天的力量，进入其中的秘境，哪怕是修武天赋极差者，也会被赐予强大的修为。只不过那只是传闻罢了，至少楚风此刻手中的蜕变秘境镯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力量。但是眼下这蜕变秘境镯却是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楚风，你这是在干嘛？女王大人很是不解地问道。我这蜕变秘境镯产生了变化。楚风说道。变化？什么变化？女王大人问道。不好说，但是这蜕变秘境镯似乎可以指引我。楚风说道。指引你？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则是神色一动，随后说道。莫非这蜕变秘境镯与那深渊灵族有着什么关系？不成？女王大人问道。我也不清楚，但是应该有着某种东西在吸引着这蜕变秘境镯。楚风说道。楚风，怎么了？就在此刻，殷明朝和紫薰衣也是飞掠而下，来到了楚风的身旁。他们二人并不知道楚风在与女王大人对话，只看到楚风手里握着一个破旧的手镯，一动不动，还以为楚风怎么了。两位前辈，我没事，只是此处也许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们两个还是不要深入山谷深处，在这里等我便好。楚风说道。楚风其实是害怕有危险，到时候没办法保护殷明朝和紫薰衣二人，而殷明朝和紫薰衣到底也是过来人，他们立刻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不想给楚风添麻烦的他们倒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让楚风独自一人向着山谷深处行去。楚风一路前行，倒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地方，就连这里的天地能量都是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同浓度，没有变化。可是楚风手中的蜕变秘境镯却一直在变化，楚风能够感觉到，就好像是有某种东西在召唤着蜕变秘境镯一般，并且随着楚风不断的深入，楚风距离那召唤蜕变秘境镯的东西已经非常的近了。楚风跟随着蜕变秘境镯所发出的变化，宛如一个指针一般，指引着楚风前行。最终，楚风走入了一片偏僻的丛林之中。其实，与其说这片丛林偏僻，其实倒不如说这片丛林有些阴森。没有进入之前，什么都感觉都没有，看上去也都如这灵族圣地的其他地方一般，很美。因为这里的所有植物都很特殊，并没有什么明亮的光华，可是单单是植物的外貌就都很赏心悦目。这片丛林里的树木也同样如此。但是当楚风走了进来之后，一股扑面而来的阴森气息便瞬息将楚风吞没。此刻，
楚风就好像不再是身处于灵族圣地，而是进入了另一个地方一般。这种感觉让楚风有些不安，但是楚风并没有女王大人多说，而是独自一人承受着这种不安，甚至让人感到压抑的气息。楚风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不想让女王大人担心，因为既然来了，以楚风的性格，他是一定要寻找出个真相的。随着楚风的深入，就连这片丛林的树木都发生了变化，这些丛林的树木变得越来越浓密，越来越狰狞，乍一看就宛如一张张鬼脸一般，甚至楚风开始觉得好像有一双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可是无论楚风怎么观察，怎么感应，都并没有生命的气息。怎么了？楚风发现什么了吗？眼见着楚风不停地四下观察，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样子，女王大人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没事，就是有点迷了方向，不过不碍事。”楚风解释道，他是害怕告诉了女王大人此处那种令人不安与压抑的气息，甚至是古怪的感觉后，女王大人便不愿意让他继续前行了。楚风，我怎么感觉此处有点不对劲呢？女王大人说道。哪里不对劲了？很正常啊。楚风说道。说不好就是感觉这里很古怪，但又说不出哪里古怪。总之你小心一点吧。本女王之前觉得那深渊灵族的消失可能是他们搬走了，毕竟这里没有留下他们居住过的痕迹，应该是他们特意整理过的。但是现在我忽然觉得怕是没有那么简单。总之你小心一点，若是感觉不对就不要再深入了，咱们转身就走。女王大人提醒道。此刻楚风忍不住暗叹女王大人的厉害，明明只是与楚风共享视听，根本无法感受到楚风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女王大人的观察力却总能让他察觉到危险。危险，此处自然危险。尽管并没有那种明确的危险气息，可是那种诡异的感觉却已经向楚风发出了危险的讯号。随后楚风继续前行，最终他在这林子的一块土地上发现了一道裂痕，这道裂痕像是人用一把巨剑给刺穿的一样，不过裂痕并不是很大，只有10米长，最宽的地方也只有2米左右。最古怪的是，楚风使用天眼竟然看不穿这裂痕有多深，也看不出这个大地上的裂痕通往何处，这是一个未知之地。可是偏偏那个召唤着蜕变秘境镯的力量正是来自隔裂痕之中。忽然间楚风手掌一挥，顿时一道武力横扫而出，掠入那裂痕的周围。楚风是想用自己的力量硬生生的将这道裂痕给劈展开，只要这裂痕变大，自然而然的也就能够看清楚这裂痕里面的一些情况。只是奈何楚风这一道斩击下去之后，这方土地竟然没有一丝变化。不对劲，这里的土地怎么如此坚实？楚风，这里绝对不是寻常的地方，下去看一看，搞不好里面有什么猫腻。不过切记一定要小心，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立刻就走。当发现这个土地上的裂痕不对劲之后，女王大人的好奇心顿时涌现出来。只不过女王大人却还是担心楚风的安危，所以才会提醒楚风，若是发现不对劲就立刻离开。这一刻楚风则是有口说不出，其实他很想说，这周遭的一切早就不对劲了，只是楚风不能说，因为他也很想进去一探究竟。若是说了的话，女王大人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冒这个险了。说实话，身处这样的丛林深处，看着这样的一道裂痕，楚风真的觉得那不是一道裂痕，更像是通往地狱的一个入口。但是楚风没得选择，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况且楚风一直坚信着机遇是与危险共存的，所以楚风并未犹豫，而是直接跃入了那裂痕之中。但是楚风并没有跳下去，因为他真的不敢，万一这里面真的有什么机关的话，楚风直接跳进去，那可真就是找死了。所以楚风是抓着岩壁下去的。进入其中，楚风的天眼等界灵师的手段依旧无法使用，这里就像是可以屏蔽所有感应手段一样，楚风只能依靠自己的目光前行。可是距离太短了，楚风所能够看到的视力范围只有区区30米左右，而且进入这里面之后，那种诡异的感觉更多了。楚风能够感觉到身在此处就像是有着无数只眼睛在看着自己一样，可是明明周围什么都没有。不过楚风其实也有些不确定了，毕竟在外面的时候，楚风的天眼和感应力是有效的，可是身在此处是无效的。楚风评判的标准唯有自己的这双肉眼，而肉眼可是距离又如此之短，但那种被目光注视的感觉又如此强烈。楚风渐渐的甚至都觉得真的有很多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了，并且越是往下走，这裂痕便越来越大。明明从外面看只是一道最多宽2米、长10几米的裂痕，可是现在楚风已经看不到对面的岩壁了，再加上此处深不见底，这简直就是一座真正的深渊。这里简直就是深渊啊，太深了吧！女王大人发出了一声感慨。蛋蛋，你说那深渊灵族为什么叫深渊灵族？该不会与这深渊有关吧？楚风问道。很有可能，这里就是深渊灵族真正的居住之所呢。女王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竟然感受到了一股寒意，就连他的汗毛都是根根竖起。这里简直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是地狱。若是深渊灵族从这样一个地方出来，那显然不是魔族，也应该是妖物。但是按照楚幽园所说，深渊灵族是一种非常美的种族，男俊女美，身上更是有着独特的气质，与生俱来便给人一种仙人的气质。楚风能够想到的便是族伍下界的远古精灵，但是那样的种族显然又与魔族和妖物不沾边，因为他们看上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不过其实楚风之前也曾问过关于深渊灵族的来历，因为深渊这个词毕竟是代表着地底深处的，这与从天而降的仙子可完全是2个概念。只是可惜深渊灵族的事情太久远，并且也没人知道这深渊灵族究竟来自何处。哪怕在深渊灵族统治着大千上界的时候，这灵族圣地也是所有人的禁区，并且深渊灵族从不将客人带入灵族圣地，就算有事约见也是在圣地之外，所以几乎没有人进入过深渊灵族，最多也就是从外面欣赏一下这灵族圣地的美景，感受一下自灵族圣地所散发出的那较为浓郁的天地能量。这深渊灵族到底是何来路呢？
该不会真的是自这深渊之中爬出来的种族吧？此刻，楚风越发的不安起来，他那竖起的汗毛竟然无法安抚。因为地底深处的东西，楚风也见过不少，比如曾经差点毁灭了祖武下界的岩浆帝君，那就是来自地底深处的存在。还有被封存在地底深处的远古猛兽，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所以，楚风对地底深处生物的印象都很不好。就在这时，楚风感觉自己手中的蜕变秘境镯发生了剧烈的颤动。与此同时，楚风能够感觉到一道道奇异的力量正在自地底深处溢出，被这蜕变秘境镯所吸收。但我这蜕变秘境镯有变化了，看到没有？这里有着某种力量能被它吸收。我感觉到我这蜕变秘境镯仿佛正在觉醒。楚风欣喜若狂，蜕变秘境镯握在手中，楚风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蜕变秘境镯的变化。而蜕变秘境镯是怎样的宝物，这已无需多说，这可是能够把一群修武天赋极差的人训练成修武高手的逆天至宝，其价值远非楚风手腕上的至尊护腕可比。这可是能够一件真正的能在修武界掀起血雨腥风的宝贝。楚风欣喜若狂，毕竟这蜕变秘境镯若真的恢复力量，那对楚风来说可当真是一件大喜事。不过这深渊内的力量似乎是有限的，至少楚风所在的位置那股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楚风若是想让蜕变秘境镯继续吸收此处那奇异的力量，就必须继续向下走。果不其然，楚风又走了一段，蜕变秘境镯便再度颤动起来，并且这一次的幅度可比上一次要大得多。这说明随着楚风的深入，那股力量的强度也在增加，开始加快向下的前行速度。因为越是下潜，那股被蜕变秘境镯吸收的力量便越强，蜕变秘境镯觉醒的速度便越快。我去，那是什么？可是下潜了一段很深的距离之后，楚风却是忽然面色大变，他惊愕地发现，在深渊的不远处漂浮着一具尸体。那具尸体的衣衫非常的高贵，可是它却已然化作了一道骷髅。最重要的是，当修武者踏入一定的修为境界后，哪怕是死后，他们的骨骸也都是一件至宝，会散发淡淡光华。可是这个尸体的骨骸却是暗淡无光，这样的情况楚风是见过的。而一道骨骸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那只有一个原因，是被炼化了本源。这道尸体是被炼化了本源，但这道尸体的可怕绝对不只是被炼化了本源这么简单，它的骨骸也并不完整，缺了一个手臂和一只脚。但是哪怕是还残存着的骨骸上面，也都有着一些肉眼可见的抓痕，这说明这位活着的时候是被人折磨致死，身在这样阴森的地方。看到这样一具尸体，楚风怎能不惊？是深渊灵族吗？女王大人也注意到了这具尸体。不清楚，楚风说道。楚风，不要继续下去了，感觉好诡异。女王大人说道，让我再试试，我不想功亏一篑。眼下蜕变秘境镯可吸收的力量已经没有了，若是想让蜕变秘境镯再度有力量可以吸收，楚风只有继续下潜才行。于是楚风开始继续深入，只是随着楚风的深入，他所能看到的尸体却是越来越多。起初楚风只能看到一个，可是此刻楚风视力所及之处已经全部都是尸骸，并且还是穿着一样的尸骸，而有的尸骸的腰间之上还挂着令牌，那上面写着4个字：深渊灵族。这已经是确定了他们的身份，这些死尸的确都是深渊灵族的族人。楚风不理解他们为何死后会漂浮在这深渊中间的半空之中，但这不是重点。楚风最想知道的是他们是怎么死的，是谁将他们杀死了？毕竟这可是一个能够让整个祖武星域都为之忌惮的强大种族啊！是有怎样的力量才能够将这样一个种族屠戮，并且手段还如此残忍？搞了半天，深渊灵族一夜之间自大千上界消失，并不是离开了此处，竟然是被人灭了全族。他们到底是招惹了谁啊？是多大的仇恨，会以这样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掉？女王大人问道。就在此刻，楚风隐约间听到自那深渊深处传来了锁链所发出的声音。楚风，我怎么听到有锁链声音在响？女王大人问道。我也听到了，楚风说道。就在楚风话音落下之际，自那深渊深处竟然传来了一股磅礴的吸力，这吸力之强，竟将楚风肉眼所看到的所有尸骸瞬息之间便全部吸入了那深渊深处，甚至就连楚风也有些抓不稳这深远的墙壁了。楚风，不对劲，快走快走，这深渊里面还东西，我能感觉到，绝非善类，绝非善类，快逃！此刻就连女王大人都发出了紧张的呼喊，可是她明明什么都感觉不到，但她却说她感觉到了，那便只有一种可能，是直觉，是来自修罗灵界界灵的直觉。可倘若说女王大人是凭借直觉来判断此处的危险的话，那么楚风可是亲身感受到了那恐怖的气息。当那股吸力涌现而出后，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笼罩了自己。当那气息笼罩自己之后，楚风不再像是身处于地狱之中，而是就是在身处于地狱之中。这种情况下，楚风哪里还敢犹豫，赶忙施展全力，努力的向上爬去。不过好在那吸力所强，却未能将楚风拖入其中，并且随着楚风的不断攀爬，那吸力也是渐渐变弱，最终楚风还是成功的从那深渊之中爬了出来。此刻楚风已是大汗淋漓，楚风注意到就连他的双腿都在颤抖。楚风很少被吓成这个样子，可是这一次他却是的确害怕了。楚风，快走，离开这里！女王大人催促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以最快的速度向英明朝和紫薰衣所在的方向奔跑而去。而找到英明朝和紫薰衣后，楚风也来不及多解释，便带着他们爬出了这座山谷，想要找到楚悠远，向他说明这灵族圣地的事情。那是什么？可是当楚风刚刚爬出山谷之后，却发现这灵族圣地之外的平原之上竟也发生了变化。那变化并非是平原，而是平原之上的虚空。在那蓝天之中，白云之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之大
竟然遮蔽了半个虚空，让人想不注意到它都难。并且那漩涡很是诡异，竟然是暗黑之色。当其旋转之际，周遭的空间都变得扭曲，那暗黑色的漩涡宛如可以吞噬掉一切，一眼望去是如此的可怕。楚风，你出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楚悠远注意到了楚风三人，立刻询问道：“有，大人，有很大的发现。”楚风说道：“什么发现？”楚悠远问道。“深渊灵族是被灭了族。”楚风说道。“被灭了族？”听得此话，楚悠远也是神色一变。没错，我看到了他们的尸骸，死相非常之惨，是惨遭折磨致死。但最重要的是，在灵族圣地的最深处，有着某种可怕的东西。我不确定那个可怕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屠戮了深渊灵族的罪魁祸首，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可怕的东西散发着远古的气息，那很可能是远古时期的存在。楚风说道。竟然有此事！听得此话，楚悠远也是眉头紧皱，陷入了沉思。大人，我们快离开此处吧，我不确定那个家伙是不是会追出来。楚风说道。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灵族圣地已经存在这么久了，若是里面真的有远古时期的可怕生物，他要开杀戒则早就出来开杀戒了，不可能等到今天。换句话说，他若真的具备着屠戮深渊灵族的实力，那么你也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我们现在逃也逃不掉。楚悠远说道。听得楚悠远这样一说，楚风道也是觉得很有道理。倘若藏在深渊深处的家伙真的是屠戮了深渊灵族的罪魁祸首，那么他要开杀戒的话，还真没人拦得住，除非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换句话说，他想大开杀戒，只是他做不到，因为他被困住了，不然为何会传来锁链的声音？只是这样的家伙又是谁困住的呢？楚风心中充满了困惑。大人，那这又是什么？忽然，楚风指着天上那个巨大的黑色漩涡问道：“这个怕才是我大千上界的劫难啊！”望着虚空之上那黑色的漩涡，楚悠远眉头皱得更深了。劫难？大人，这到底是什么？见此情形，楚风则是越发担忧起来。楚悠远竟然用劫难二字来形容那暗黑色的漩涡，足以证明这暗黑漩涡的危险。这个漩涡名为上界之门。楚悠远说道。上界之门，楚风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所谓上界之门，便是连接着各个上界的大门。相传远古时期的祖武星域，每个上界之中都有着多道上界之门，每个上界之门都连接着不同的上界。那个时候祖武星域内几乎所有上界都是相连着的，只是不知为何后来上界之门关闭了。对于上界之门的关闭，与远古时期一样，对我们来说那是不解之谜。但是有些时候上界之门还是会打开，并且只要上界之门再度打开，便不会再消失。楚悠远说道。这么说来，这是一道通往另一个世界上界的大门。楚风问道。是这样的。楚悠远点了点头。但为何说这会是劫难呢？楚风问道。远古之后，在祖武星域内，上界之门打开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上界之门打开，便等于两个世界合二为一。可是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个霸主，若是这道门的另一面是一个不如我大千上界的世界也就罢了，但若是一个强过我大千上界的世界，那我楚世天族这大千上界霸主的地位怕是不保。楚悠远说道。竟然是这样。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紧皱。虽然对于当今楚世天族的许多人，楚风很是不喜欢，可是楚世天族毕竟是他的家族，是他父亲，是他爷爷的家族。楚世天族能一步步走到今天，那也都是他楚世天族的老祖楚叶天红的功劳。倘若楚世天族真的遭遇什么不测，那也绝非是楚风想看到的。楚风坚信，那也不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想看到的。可是祖武星域的主宰者便不管吗？难道他任由两方上界相争，斗个你死我活，却视而不见？楚风问道。他觉得作为星域的霸主，掌管着整个星域，那么那个所谓的星域主界便有责任维护整个祖武星域的安宁，而不应该让祖武星域如同乱世一般，可以随意的征战其他上界。面子上是会管的，但往往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真的管。不要忘记，斗乃是修武者的本性，若是不争不抢不斗，天下一片太平，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去追求更强的力量呢？楚悠远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道也是点了点头。对于这种说法，楚风无法否认。大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楚风问道。只能希望这界门的另一边的统治者实力弱于我大千上界了，否则这一战怕是不可避免。楚悠远说道。听天由命吗？楚风很不喜欢这四个字，可是奈何他也无能为力。好端端的忽然打开了一道上界之门，这简直就是天意，到底是福是祸，也真的只能听天由命了。这种情况下，楚风则是与楚悠远也只能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们并不奢求上界之门彻底打开后会是一个好消息，但却希望能有一个不坏的结果。楚风，你也别太担心，若是那上界之门的另一端是一个不如你大千上界的世界呢？那样一来，你楚世天族的领地岂不是要扩大了？女王大人显然也看出楚风在担心楚世天族的安危，不由得开口安慰起来。倒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希望是这样吧。楚风说道。而就在此刻，那暗黑色的漩涡中心区域竟然开始发生变化，那里不再是漆黑一片，涌现出了一道光华。这一刻，楚风与楚悠远的目光都变得异常的凝重起来。他们都知道，这上界之门即将彻底开启，而上界之门的另一端到底是哪个上界，也即将揭晓。上界之门中心的光华在不断的变化，起初为白色，渐渐的竟然涌现出图像，就宛如一面镜子一般，映射出了一个画面。只不过这面镜子所映射出的画面，却并不是楚风等人所在的平原，而是另外一个地方。莫非那就是另外一个上界？楚风心中已经有了猜测，只是他无法确定。看来是天要亡我楚世天族啊！而看到那镜子所映射出的东西之后，相比于楚风的不确定，楚悠远则是面容苍白，脸上布满了忌惮之色。大人，
莫非你知道那是什么上界？楚风问道。那是大黎上界，是由黎氏天族所统治的上界。楚悠远说道。黎氏天族实力很强。楚风问道。黎氏天族乃是祖武星域内10大天族之一，实力要在我楚氏天族之上。楚悠远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其实看着楚悠远的反应，楚风也能猜测到这黎氏天族的实力应该非常强横，否则楚悠远也不会这般紧张了。只是楚风却没想到，这黎氏天族竟然是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一。而看楚悠远的表情，楚风能猜测到，那所谓的10大天族应该是没有楚氏天族的。黎氏天族，楚风该不会是黎儿所在的天族吧？忽然，楚风的耳边传来了女王大人疑惑的声音：“黎儿吗？”听得女王大人这样一说，楚风也是心中一动，忽然想起了那个在百炼凡界女扮男装，自称黎明公子，实际上却是一位小美女的丫头。当初黎儿号称要来大千上界历练，可是楚风来到大千上界后，却根本没有听到过关于黎儿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关于黎明公子的事情。这便只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黎儿来到大千上界之后便开始闭关修炼，另一种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来到这大千上界。否则，以黎儿那种天赋之人，不可能到了大千上界连一点风浪都掀不起来。不过这对楚风来说，黎儿是否来到大千上界其实都无关紧要，只要黎儿安全便好。毕竟黎儿这个丫头和楚风还算有着一些交情，甚至当日被邪神剑反噬的时候，还是这个丫头出手相救，才助楚风化解一劫。算起来，她也算是楚风的救命恩人。而这个丫头的实力却也是不容小觑。在楚风看来，黎儿的天赋不仅仅是在百炼凡界大放异彩，就算是放在上界或是整个星域，也早晚会成为众人所关注的对象。不过相比于黎儿的个人天赋，楚风却也挺好奇黎儿身后的背景的。毕竟凭借那个丫头所掌握的诸多手段和宝物，她的背景一定不简单。而这个黎氏天族，搞不好还真就是黎儿所在的种族。大人，我还是想知道黎氏天族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比我楚氏天族的差距有多大？楚悠远问道。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黎氏天族很可能成为楚氏天族的最大敌人，楚风也必须弄明白这黎氏天族的实力。10大天族之一已经说明了黎氏天族的实力。其实对于黎氏天族现在那些顶尖强者的实力，我们是不清楚的，毕竟他们一直在闭关修炼。不过当我楚氏天族的小辈还在以大千上界为舞台的时候，黎氏天族的小辈却早已经在整个祖武星域大放异彩。单说小一辈之中的差距，你就足以认识到我楚氏天族和黎氏天族的差距。楚风，就拿你来说，以你现在的实力，可谓是整个大千上界当之无愧的最强小辈了吧？可是你若与黎氏天族的小辈们比，还是差了不少啊。尤其是当年黎氏天族的那个黎明，更是被誉为有成为下一个楚轩辕的存在。楚悠远感叹道。黎明，听得这2个字，楚风顿时心头一动。黎明，这不正是黎儿在百炼凡界曾用的名字吗？并且楚风之前在与黎儿的交谈过程中，也曾注意到黎儿对于黎明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视，那便说明黎明这个人对黎儿来说有着特殊的关系。前辈，那个黎明可曾用过黎明公子这个称呼？楚风问道。楚风，莫非你认识他？听楚风这样一问，楚悠远顿时目光一变，并不认识。楚风说道。那你是如何得知黎明曾用过黎明公子这个称呼的？按理来说，知道此事的人并不是很多才对。楚悠远问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用过黎明公子这个称呼，而他也自称黎明。楚风说道。你的朋友？听得此话，楚悠远的目光则是变得更为明亮。我那个朋友不可能是黎明，因为她是一个女子，而且她的实力也没有达到大人所说的那种地步。楚风说道。老夫想起来了，你说的是那个在百炼凡界与你有些渊源的丫头吧？看我这脑袋全忘了此事。楚悠远拍着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前辈知道那丫头的事？楚风问道。老夫曾特意调查过你在百炼凡界经历的事，所以关于那个丫头也是调查了一番。只是那个丫头隐藏得很深啊，但她不会无缘无故用黎明公子这个称呼。老夫若是没有猜错，她应该是黎明的妹妹黎儿。楚悠远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动，因为话到此处，连名字都对上了，这已经基本确定了黎儿的身份。可是为了进行最终的确定，楚风还是问道。这么说来，那个丫头也是黎氏天族的族人？是啊，既是黎明的妹妹，自然便是黎氏天族的族人了。楚悠远说道。但是话到此处，楚悠远又忽然感叹一声道。不过说起来，那个丫头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啊。可怜之人？大人，莫非黎儿她经历过什么事？楚风关切地问道。毕竟楚风与黎儿乃是朋友，所以对于黎儿的事，楚风自然关心。黎儿不仅有一个亲生哥哥叫做黎明，他们兄妹还有一个亲生姐姐叫做黎若初。他们3个，黎若初未长，黎儿最为年幼。可是他们的父母在生下黎儿之后便不幸死去了，是黎若初抚养黎明与黎儿长大的。这兄妹3人关系非常的要好。可是相传黎若初在黎儿5岁那年便在其他上界修炼之际音讯全无，相传是遭遇了不测，从此没有了黎若初撑腰的兄妹2人，可谓饱受族人冷眼。幸亏黎明的天赋卓越，很快便成为了黎氏天族的重点培养对象。而黎明也很争气，年纪轻轻便成为了黎氏天族小辈中的第1人，倒乃是奈何天妒英才，黎明再一次试炼中不幸遇难了。楚悠远说道。黎明死了？楚风很是诧异，没有想到黎明居然死了。是啊，相比于黎若初的音讯全无，黎明却是真的死了。黎明的死让黎儿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甚至传闻他曾多次自杀。楚悠远说道。这么说来，黎儿那个丫头还真是挺可怜的。女王大人说道。是啊，得知关于黎儿的事，楚风也是非常心疼。相比于黎儿，
楚风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福了。虽然并非亲生父母抚养长大，可是楚风的父母至少还活在世上。可是黎玉儿的父母却在刚刚生下黎玉儿之后便去世了，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姐姐和哥哥却也相继死去。而身在黎氏天族那种庞大的家族，定然也是个成派系，真的把黎玉儿当作亲人的，应该少之又少。这也就难怪黎玉儿承受不住打击，在黎明死后选择自杀了。而就在这时，那上界之门旋转的速度开始变慢，隐隐间那道大门就要开启。黎氏天族的实力是我楚氏天族所不能敌，这可真是我族之劫难。此刻楚悠远不由得感叹一声，眼中充满了沮丧。随后他竟看向了楚风道：楚风，也许我族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了。我听得此话，楚风则是一愣，随后问道：前辈，我能做什么？相传上界之门的开启是一点一点的，起初开启唯有100岁以下的小辈可以进入，紧接着是1000岁，然后是10000岁。所以当那门开启之后，你是可以进入其中的。而相传上界之门内有着一座主阵法，若是可以催动那主阵法，便可以减缓上界之门开启的速度。尽管不能彻底关闭上界之门，但至少可以给我楚氏天族一些准备的时间。只是似乎天意如此，这门的另一面乃是黎氏天族的势力范围之内，相信要不了多久，黎氏天族便会注意到这道门。他们对上界之门也是非常的了解，怕是会第一时间派小辈进入其中。而黎氏天族的小辈可绝非我大千上界的这些小辈可比，所以你此去可谓是危险重重。楚风，你愿意去吗？你若不愿意，老夫绝不为难你。楚悠远对出发呢过说道：前辈，晚辈愿意。楚风说道。见楚风应下，楚悠远则是一愣，他显然没有想到楚风会答应得如此爽快，竟然毫不犹豫。楚风，楚氏天族如此对你，你还愿意为楚氏天族冒险？楚悠远问道。我父亲曾对我说过，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对我与我父亲不好者，只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却并非楚氏天族。况且楚氏天族之内也有真心待我之人，例如正法前辈，例如悠远大人您。所以哪怕不为了我，为了悠远大人您，为了正法大人，为了灵犀，我楚风今日都当进入上界之门内。楚风说道。楚风，请受老夫一拜。忽然楚悠远竟然跪在了地上，这位楚氏天族内太上长老级别的存在，竟对楚风师以跪拜大礼。前辈，使不得呀，您快起来。楚风赶忙上前想要将楚悠远扶起，可是奈何楚悠远意念之间，一道屏障便将其护住，楚风根本无法靠近楚悠远，就更不要说将楚悠远搀扶起来了。楚风，你与你父亲一样，乃是我族真正的英雄，这一拜老夫乃是代表楚氏天族，你必须接受。楚悠远此话说完，便连续对楚风师以跪拜大礼。一番跪拜之后，这才站起身来。前辈，您这……此刻楚风不知如何是好。这个跪拜若是其他族人，楚风不会说什么，甚至会接受。可是楚悠远可不欠他的，相反，楚悠远还是他的恩人。对于楚悠远这种人的跪拜，楚风真心觉得承受不起。楚风，带着他，关键时刻可保你性命。楚悠远将一道符递给了楚风，这道符乃是由结界之术炼制而成，看样子有些年头了，绝对不是近代的界灵师炼制而成。但是同时，这符的力量也是非同小可，这是一道护身符，可以保护楚风安宁。在楚风看来，只要释放出此符的力量，除非是5仙境的强者，否则怕是无人能够伤他。有这样一道符在身上，楚风进入那上界之门内，就算遇到了比自己实力强的黎氏天族小辈，怕是也没人能伤得了自己。就算楚风自认为现在的实力还非常的不足，可是楚风却坚信，黎氏天族的小辈就算再强，也不可能有5仙境的强者。大人，若是传闻是真，楚风一定完成任务。楚风接过护身符后，保证道。而就在这时，那上界之门的中心区域打开了一道缺口，那缺口很小，只能容1人通过。可是那缺口却在缓缓的变大，以眼前拓展的速度推断，预计半个时辰之后，这道门将会扩大到可以容纳10个人同时通过的尺度。前辈，若是真的遇到黎氏天族族人，当如何应对？楚风问道。虽然我族与黎氏天族并无过节，可是此门一线，两族之战在所难免。若是遇到黎氏天族小辈，若能和平解决，便也罢了；若是不能，自保为上。至于对于他们，尽量不要动杀手，若是逼不得已，则杀之。楚悠远说道。晚辈明白。楚风说话间便拔空而起，向那上界之门飞掠而去。当穿过上界之门的一刹那，楚风能够感觉到这道门的确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封锁着这道门，这股力量应该就是楚悠远所说对修武者年龄的阻挡。楚风乃100岁之内小辈，所以这股力量无法阻挡楚风，但是若是楚悠远或英明朝的话，应该是会被那道无形的力量所阻挡的。上界之门是何等强者才能打造出如此大阵？楚风惊讶，在上界之门外观看，感觉黎氏天族所在的上界距离他们不过咫尺，但是当真的进入其中，展现在楚风面前的乃是一道深邃的结界通道，这通道很深，看不到边际。楚风预计以他的速度，也要前行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另一端。这里与东方海域通往5之圣土的天路很像，但是其规模与力量却是天壤之别。天路只是通过结界的一条道路，可是这个上界之门所通往的却是隔着遥远星空的2个上界。这上界之门的力量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楚风才会感叹。但是感叹归感叹，楚风深知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所以进入其中便立刻向着上界之门的深处飞掠而去，并且楚风还释放出了感应的手段，同时还用结界之术观察。楚风是要找到这上界之门的主阵法，而那上界之门的主阵法其实并不是很难找，
楚风一路前行，走了没多久，楚风便通过这上界之门内力量的流向，判断出了主阵所在的位置，按应该是上界之门的中心区域，所以楚风立刻施展出全力，向那上界之门的深处飞掠而去。而不如楚风所料，楚风果然在这通道的中心区域发现了一座大阵，那便是这上界之门的主阵法。楚风通过天眼，很快便判断出破坏这主阵法来减缓上界之门打开速度的方法，但是楚风却并没有立刻布置阵法，反而是吃下了几颗丹药之后，这才开始布阵。楚风所服下的丹药乃是增强结界之力的丹药，这丹药的药性之烈与禁药无异，对楚风是有反噬之痛的。可是楚风没有办法，他相信此刻离世天族已经发现了这上界之门，要不了多久，应该就会有离世天族的小辈进入其中，因此楚风必须争分夺秒才行。而此刻，在上界之门的另一端，的确已经集结了不少人马，这些皆是离世天族的族人。